易经正式，坤卦解读大地之母的博大与温情，乾坤之间宇宙的另一半。大家好，今天咱们聊聊易经里最温厚、最广阔的一个卦——坤卦。如果你把易经64卦看成是一部宇宙大戏，那第一卦乾卦就是那个开天辟地的男主角，充满了阳刚和创造力，而紧随其后的第二卦坤卦就是支撑万物、包容一切的女主角。这两个卦一刚一柔，一主一辅，构成了天地运行最核心的逻辑。坤卦代表地，乾卦代表天。乾卦说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坤卦则回应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你会发现，坤卦虽然看起来柔弱，但它其实蕴含着一种至柔而动也刚的力量。它不是软弱无力，而是一种像大地一样，无论你给它什么，它都能默默承载、消化，并最终孕育出生命的博大智慧。这里是道物阅览，带你透过古人的眼睛看清今天的世界。我们一起深度拆解古为今用的智慧内容，拆解坤字水土交织的生命密码。要读懂坤卦，咱们得先从这个坤字说起。很多人觉得坤不就是土地吗？但其实在古文字里，这个字藏着大秘密。据宣圣讲义记载，坤字最早其实写作川。你可能会奇怪，地怎么会是水流呢？其实这反映了古人对宇宙形成的认知。在天地初分的时候，地表其实到处都是水，所以最初用流动的水来代表大地的生命力。后来随着水土分离，这个字慢慢演变成了申。申在古文里有气之上升的意思，代表地气向上延伸去接纳天气，这就是阴阳交通。最后加上一个土旁，才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坤字。所以坤不仅是泥土，它更是一种承载、顺承、生化的能量总称。它告诉我们，大地不只是被动的被踩在脚下，它一直在积极的向上伸展，去成就万物的生长。6个阴爻背后的数理逻辑，咱们再来看看坤卦的形状。坤卦是纯阴之卦，6个爻全是断开的阴爻。为什么阴爻是断开的？讲义里讲的特别精彩。阴爻其实是阳爻的变身，宇宙的规律就是物极必反。当阳气运行到极点，数字1它就会分裂，一分为2，数字2变成了阴。所以阴阳不是死对头，阴是阳的延伸，是阳的容器。而且你发现没，乾卦用9，坤卦用6，这不仅是数字，更是一种平衡的艺术。阳气太盛，所以名义上给它最大的9，但实际上削减它的10。阴气容易虚乏，所以名义上给它小的6，但实际上它每个爻都是2个段落，加起来共12段，实力反而是阳的2倍。这种调盈济虚的逻辑，就是为了让世界达到一个平衡。天包着地，地藏在天里，9加6等于15，这正是中央土的数，承载万物，刚刚好。读懂卦辞品马与追随者的哲学。坤卦的卦辞很有意思，元亨利品马至真。元亨说明坤卦也具备伟大的创始力和通达性，但它的成功方式很特别，它像一只品马，也就是母马。为什么不用牛或者羊？因为母马有2个绝佳的品质，第一是柔，它温顺听话；第二是健，它能跑有耐力。这其实是在告诉咱们一个处世哲学，君子行事要像一只品马一样，外表柔顺，内心坚韧。你不要总想着去当那个发号施令的头儿，有时候安安静静的做一个执行者、辅助者，反而能走得更远。卦辞里还说，君子有攸往，先迷后得。这意思就是，如果你作为一个追随者，却急着冲在前面带路，你肯定会迷路。但如果你耐住性子，跟随在正确的方向，天道后面，你最终不仅不会迷失，反而能获得巨大的成功。这就是顺势而为的智慧。西南与东北交友的方位学。卦辞里还有一句话，可能很多人看不懂，西南得朋，东北丧朋。这其实是在讲阴阳的配合。西南在后天八卦里是坤位，是阴的大本营，
去那里你能找到同类，这就是德朋。但这还不够，如果你只待在舒适区跟同位混，事业是没法壮大的。所以你要去东北方，那是阴阳交界的地方，虽然会离开同类丧朋，但能遇到阳气乾卦，达成阴阳和合。所以暂时的失去往往是为了更大的获得。就像大地如果只有阴冷的寒气，那是长不出庄稼的，它必须张开怀抱去接纳阳光，这就是中有庆的道理。初六到六二，从危机感悟到本色做人。好了，咱们现在进入坤卦的6个发展阶段。第一阶段，初六，履霜坚冰至。古人说，当你脚踩在秋天的薄霜上时，就该想到严冬的坚冰快来了。这是在讲见危之助，任何大灾难都不是突然发生的。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早在很多年前的微小矛盾里就埋下了种子。如果你能在履霜的时候就发现苗头，及时化解，那坚冰就冻不住你。第二阶段，六二，直房大，不习无不利。这是坤卦最完美的一爻，它处于地的中央，具备了3种品质：正直、直、端正、方、博大、大。坤卦告诉我们，如果你内心足够正直，处事有原则，胸怀又宽广，那你根本不需要去学习什么厚黑学或社交套路，你做什么都会顺利。这叫本色做人。地道的智慧就是不走捷径。63到64，职场生存的含章与扩囊。进入社会的中层和高层，坤卦给出了更扎实的建议。第3阶段，63，含章可真，无成有终。章是才华，这一爻是说你有才华，但要把它含起来，别到处显摆。如果你是在辅佐领导做事，即使事情办成了，也别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，要把光芒留给领导。只要这事儿圆满完成了，有终，那就是你的成功。张良、诸葛亮都是这方面的顶级高手。第4阶段，64，扩囊无酒无欲。扩囊就是扎紧口袋。当环境变得复杂，局势不明朗的时候，最好的策略就是闭嘴，不发表激进言论，不参与派系斗争，把自己像口袋一样扎得紧紧的。这时候不求被表扬，只要没灾祸，就是最大的胜利。这是一种暂时的蛰伏，是为了保护自己，等待时机。65到上六，极致的谦卑与极端的代价。第5阶段，65，皇上元吉。65虽然已经是高位了，但他依然强调下。黄是中正的颜色，裳是下身的衣服。这意思就是，哪怕你当了 CEO 或高层，你也要保持一颗向下的谦虚之心。你的美德应该像周公那样，藏在心里，体现在为大众服务的实事上，这才是真正的吉祥。第6阶段，上六，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。这是坤卦最激烈的终局，阴气走到了极点，竟然想取代阳气，于是2条龙，也就是阴阳的代表，在旷野里打得不可开交，流出了青黄色的血。这其实是坤卦给我们的一个大警告，凡事不能走极端。如果你作为一个辅助者，却非要喧宾夺主，最后只会落个2败俱伤的下场。这就是物极必反，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代价。坤卦的家庭与职场智慧。坤卦不只是古书里的文字，它对我们的生活太有用了。在家庭关系中，坤卦讲的是顺承包容。妻子如果能有坤卦的柔顺和智慧，家庭就会和睦。丈夫如果能有坤卦的包容，不去独断专行，亲子关系也会像大地一样肥沃，能孕育出优秀的下一代。在职场发展中，坤卦教我们要明确定位。如果你现在是副手或员工，就该学习坤卦的执行力和承载力，别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，先像大地一样积累厚德。当你承载的东西足够多时，你的地位自然就稳如泰山了。立永贞，以大忠。最后，坤卦用一句“立永贞”作为总结。这个“永”字特别关键，它告诉我们，做一个厚德载物的人，不是1-2天的走秀，而是一辈子的修行。从最开始的
见微知著，到最后的坚守正道。这一路走来，只要你始终像大地一样踏实温厚，你就一定能成就属于你的伟大事业。易经告诉我们，天给了我们梦想乾卦，而地给了我们实现的土壤坤卦。没有大地的承载，再好的梦想也只是空中楼阁。拆解初六，从蝴蝶效应到风控之魂，咱们回头细说这第一爻初六履霜坚冰至。这一爻虽然排在最底下，但它却是整个坤卦的警报器。大家想一想，当你走在深秋的清晨，草地上有一层薄薄的白霜，这霜本身并不可怕，但易经在这里提醒你，别只看眼前的霜，你要看到背后的气候趋势。严寒的冬天马上就要到了，那是足以把江河封冻的坚冰。历史案例插播，非一朝一夕之故。文言传里有一句非常震撼的话：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见矣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所有的动乱都不是突然爆发的。比如秦朝的灭亡，并不是因为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那一瞬间，而是在那之前，严刑峻法、民生疾苦已经像霜一样累积了很久，最后才化作了灭秦的坚冰。现代商业应用风险管理，在职场和创业中，这就是风控。比如一个公司，如果平时大家开会开始迟到，报销账目开始含糊，老员工开始私下抱怨，这些就是霜。如果你这个当老板的觉得这是小事，不去管它，那么等到人才流失、资金链断裂、竞争对手全面翻超的时候，那就是坚冰至了。坤卦第一爻告诉我们，变之不早，祸必至矣。62的地道之光，本色主义的最高境界。坤卦的精髓在62，这是坤卦的主位。如果说乾卦的主位是高高在上的95之尊，那坤卦的主位就是脚踏实地的62。什么是直方大？直是内心的敬畏，圣人讲静以直内，就是你的心要像直线一样，没有弯弯绕，不搞权谋诡计。方是行为的义理，义以方外，做事有棱有角，有原则，该拒绝的时候拒绝，该坚持的时候坚持。大是胸怀的广博，因为你又正直又专业，你的能量场就会自然扩大，这就是德不孤。为什么不习无不利？这句话最牛的地方在于，你不需要去刻意学习那些阿谀奉承的套路，不需要学习所谓的社交技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顺应了地道，你像大地一样稳定可靠。在职场中，这种人就是定海神针。大家可能都见过那种人，他不爱说话，不爱显摆，但只要他在，大家就觉得这项目稳了。这种靠人品和专业形成的天然信任感，就是不习无不利。63的韩章秘籍，顶级副职的生存艺术。到了第三爻，63韩章可真。韩章两个字很有学问，章是文采，是成就，是光芒；含是含蓄，是收敛。这一爻是给所有二把手或中层骨干写的。案例：张良的无成有终。汉初三杰里的张良就是完美的坤卦修行者。刘邦打下江山，张良居功至伟，但他从来不表现出这江山是我打下的那种狂妄，他始终含章，把功劳归于刘邦。这就是卦辞里说的或从王室，无成有终。无成不是说没有成就，而是说不居功，不把成就据为己有。而有终则是指事情办成了，目标达到了。如果你能在项目中出满力，但在表彰大会上往后站，那你就能保全自己，获得长久的吉祥。64的扩囊时刻，危险边缘的沉默智慧。64扩囊无咎无欲，这一爻的位置非常尴尬，它在5爻，也就是最高决策者的下面，而且已经进入了外卦。在易经里，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禁军职位。扩囊就是把口袋扎紧，这意味着在这个阶段，你要谨言慎行，甚至要守口如瓶。生存智慧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在现代职场中，当公司高层发生剧烈斗争，或者市场环境
极其动荡、方向不明的时候，这就是你的扩囊时刻。这时候你跳出来发表高见，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。坤卦教你，这时候沉默不是懦弱，而是一种极高的审时度势。只要不犯错，也就是无咎，没有名声也没关系，保命保位子才是第一位的。65的皇商哲学，位高而心下的顶级修为，终于到了65皇商元极。按理说5爻是最好的位子，但在坤卦里，即便到了这个位子，也要穿黄商。黄色是中色，代表中道；商是下衣，最高位的人穿下衣，这叫尊而谦。管理学应用，仆人式领导，在现代管理学中，这叫仆人式领导。一个真正的领袖，不是天天在那儿发号施令、显示威严，而是像大地一样为员工提供资源，为团队解决困难，把舞台留给下属。这种文在中的修养，会让所有人自发地聚拢在你周围，这又是元吉，大吉大利。上6的惨痛教训，物极必反的玄黄之战。坤卦的结局并不好，上6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。为什么会打起来？因为坤卦走到了极端，上6阴气太盛，甚至想要完全取代阳气，想要从顺承者变成独裁者，这就是所谓的咸于无阳。当一个辅助者、一个臣子或者一个伴侣试图完全控制对方，抹杀对方的地位时，惨烈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。玄黄是天地的颜色，天玄而地黄，血流成玄黄之色，说明这场争斗不仅伤了别人，也毁了自己，甚至破坏了整个系统的秩序。这一爻是给所有人的警告，永远不要挑战宇宙的基本秩序，要明白自己的定位。宣圣讲义中的神秘数理河图洛书与坤卦，我们要深入理解宣圣讲义里提到的一段硬核内容：河图生成数。圣人说，天一生水，地二生火。在数理上，天是奇数，1、3、5、7、9；地是偶数，2、4、6、8、10。坤卦之所以主张顺，是因为在数理逻辑上，地是由于天的变化才产生的，就像一日之内的日中与夜半，阳极则生阴，阴极则生阳。坤卦的6这个数字，其实是天数9的平衡点。这种数理告诉我们，顺从不是奴性，而是对客观规律的尊重。比如你种地，你得顺应节气，这叫承天而实行。你不能在冬天强行种西瓜，这就是逆天而行。坤卦的智慧就是教我们如何精准地找到那个顺的时机。坤卦的家庭伦理、妻道与孝道的现代转化，在文言传里，坤道被归纳为妻道和臣道。在今天，我们要赋予它新的时代含义。夫妻关系中的坤德，不是说女性要卑微，而是说在一段关系里，总要有一方愿意承载，愿意包容。如果2个人都想当乾卦，都要自强不息，各执己见，那这例子就没法过了。亲子关系中的坤德，父母对孩子要像大地一样，提供肥沃的土壤，包容孩子的错误，而不是把孩子当成自己的作品去强行塑造。孝道中的坤德，孝顺的顺，核心就是坤卦的顺承，理解父母的局限，接纳他们的不完美，这就是最伟大的坤德体现。修行坤卦的4个关键字：稳、静、厚、顺。如果我们把坤卦浓缩成4个字，那就是稳，像大地一样，无论世界怎么变，你的根基不动；静，至静而得方，在嘈杂的社会里，保持内心的安静，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；厚，厚德载物，提升自己的承载力，承载更多的责任，你就能拥有更多的福报；顺，顺势而为，不拧巴，不硬抗，找到规律，借力使力。坤卦与虚空的艺术，为什么空才是力量？朋友们，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地的厚重，其实坤卦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本质，那就是虚空。你发现没有？坤卦的6个爻全是断开的，
在符号学里，断开就意味着空间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说：“山易以为器，当其无有器之用。”意思是你捏一个陶罐，真正起作用的不是那些泥土，而是中间那个空。深度感悟，做一个有容量的人。坤卦就是那个宇宙最大的容器。为什么它能载物？因为它空。在人际关系里，如果你内心装满了偏见、傲慢和自我，你就像一个装满水的杯子，再好的建议，再深的感情也倒不进去了。坤卦修行第一步就是倒空自己。这种空不是虚无，而是一种极致的接纳。当你能容下别人的自私，容下环境的不公，容下命运的起伏时，你才真正拥有了坤卦的无疆之德。溯源水的基因，为什么大地的出行是河流？在宣圣讲义里提到一个非常震撼的观点：坤字最早写作川，也就是河流。大家闭上眼睛想象一下，在几十亿年前，地球刚刚诞生，还没有坚硬的陆地，到处都是沸腾的水和蒸汽。圣人说天一生水，这是阴阳结合的第一步。水的智慧与坤的柔顺。为什么坤的底色是水？随方就圆，水倒进方的碗就是方的，倒进圆的瓶就是圆的，这不就是坤卦的顺吗？向下流动，水往低处走，坤往低处走，这叫居下位。无孔不入，看起来最软，却能穿透最硬的岩石。所以坤卦的柔其实是一种流动的刚强。它告诉我们，在这个世界上最坚固的防守不是对抗，而是像水一样化于无形。深度人物志，周公，坤道修行的天花板。讲易经离不开周公。如果说文王演义是发现了规律，那周公就是把坤卦活成了一辈子。当年武王去世，成王年幼，周公作为叔叔权倾朝野。如果他想当皇帝牵卦，那是分分钟的事。但他选了用六，选了坤道。含章可征的真实写照。周公旦一目三捉发，一饭三兔脯，这种谦卑到了骨子里。他辅佐成王，这就是或从王室，无成有终。无成，他不追求周公朝的名号，江山永远姓姬；有终，他制定了礼乐，奠定了中华文明3000年的基石。这事儿办成了，有了圆满的结局。周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最高级的成功是成就别人之后，顺便成就了伟大的自己。深度人物志，司马懿顶级吕双和阔囊大师。虽然历史对司马懿褒贬不一，但如果单从易经坤卦的生存哲学来看，他是个绝顶高手。吕双兼兵制，当曹操盯着他看，说他有狼顾之象时，司马懿就知道双来了，他立刻收敛，比谁都低调。这就是对风险的极致感知。阔囊无咎，在曹爽掌权，对他百般刁难的时候，司马懿干脆装病，甚至装疯，连喝粥都顺着嘴角流。这就是阔囊，把口袋扎得死死的，一个字都不说，一丝破绽都不露。至柔动也刚，等了10年，高平陵之变一举定乾坤。那不动则已，一动如雷霆的力量，正是坤卦积蓄到极点后的爆发。司马懿的一生证明了能忍常人所不能忍，才能成常人所不能成。坤卦的忍是为了最后的大终。现代商业的坤卦模式，平台与生态。现在的商业逻辑变了，以前大家想做乾卦，做那个最牛的产品，统治全行业，但现在的顶级企业都在做坤卦。例如安卓，它厚德载物，承载了数百万个小程序，承载了整个支付系统，承载了大家的社交生活。它不跟小程序抢生意，它只是提供土壤。这就是地势坤的企业模型，不争利而大利。我不做所有的生意，但我让所有的生意都在我这里发生。顺承用户，用户需要什么，我就生长出什么。这种平台思维就是坤卦在现代商业中的完美应用。坤卦的能量场，静以直内，意以方外。如果你问我坤卦修行最核心的秘诀是什么，就是这8个字：静以直内，意以方外。静以直内，修心。静不是怕，是对宇宙、对规律、对他人的一种庄严的态度。当你内心有一种敬畏感时，你的心自然就直了，不纠结，不扭曲。意以方外，行事。意是合宜，做事得体，该方就方，有棱有角，有边界感。现实建议，在家里对父母有敬，心就直了；
在公司对工作有益，行就方了。一个人如果能做到内直外方，他的磁场就是坤卦的磁场，周围的人会不自觉地感到安全和舒适，这就是德不孤，必有邻。解读奇穴玄黄，为什么冲突中没有赢家？上六，龙战于野，奇穴玄黄。这一爻读起来非常有画面感。为什么穴是玄黄色的？因为天是青黑色，玄，地是黄色，两条龙打架，血流在一起，象征着原本和谐的天地秩序被彻底打碎了。对现代人的警示，这其实是在讲越位的代价。在公司里，如果你作为一个副总，非要通过搞阴谋手段把老总赶下台，结果往往是公司名誉扫地，你自己也身败名裂。在家庭里，如果夫妻双方都想争夺那个绝对控制权，结果往往是孩子受苦，家庭破碎。血玄黄告诉我们，当阴阳失去配合，变成纯粹的博弈和厮杀时，即使你赢了，你得到的也是一片焦土。坤卦的7天修行指南，咱们把话说明白，学易经不仅是为了算命，更是为了改命。这里有个坤卦7天练习法，你可以试试。第1天练习听，不反驳，不插嘴，像大地接纳声音一样接纳别人的观点。第2天练习滴，去帮同事倒个水，给家人洗次碗，体会那种居下的快乐。第3天练习后，原谅一个曾让你生气的小过错，体会内心的容量。第4天练习直，对自己诚实，写下内心的一个贪念或伪装。第5天练习方，拒绝一个违背你原则的请求，树立你的边界。第6天练习寒，做了一件好事，不发朋友圈，默默感受那种寒章的力量。第7天练习顺，观察身边的自然规律，比如天气的变化、心情的起伏，试着不去抗拒，而是顺应。坤卦与现代心理学承托的疗愈力。在现代心理学中，有一个概念叫做抱持性环境 （holding environment）。当一个人痛苦的时候，他需要的往往不是道理、乾卦的指引，而是一个像大地一样能接住他眼泪、接住他绝望的怀抱。这就是坤卦的力量。做一个坤卦型的爱人或朋友，你不需要多聪明，你只需要在对方坠落的时候稳稳地拖住他。这种承托感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疗愈。你看，大地从不说话，但它生长万物，它忍受挖掘，忍受踩踏，忍受污染，但只要春风一吹，它依然会奉献出满地的鲜花。这就是德和无疆。乾卦给了我们出发的勇气，而坤卦给了我们回家的安稳。在这个充满焦虑，每个人都想证明自己很强的时代，希望你能偶尔停下来，踩在真实的泥土上，想一想坤卦给我们的启示。不要急着去征服世界，先试着去承载世界。当你拥有了像大地一样的厚德，你不仅能拥有财富和地位，你更能拥有一种内在的谁也夺不走的平静。静以直内，意以方外，含宏光大，品物咸亨。坤卦与脾土，生命的中轴能量。咱们聊养生，绝对绕不开一个词，脾胃。在五行里，坤卦对应的是土，而在我们身体里，脾胃就是那一块最有生命力的土。为什么说脾胃是坤土？中医里讲，脾胃是后天之本。你看，咱们吃进去的五谷杂粮，就像种子一样丢进胃里，全靠脾土的运化，才能把这些东西变成气血，去滋养全身。这不就是坤卦说的万物滋生，乃顺承天吗？如果你的这块土板结了、干枯了，或者太湿了，那身体这棵大树肯定长不好。所以养生的核心其实就是养土。坤卦告诉我们，土要厚、要松、要润，你的气血才能源源不断。履霜与胃病，中医预防学的先生。坤卦的第1爻，履霜兼冰治，简直就是中医治胃病的最高指导原则。身体的微霜信号，很多大病，比如心梗、中风或者是癌症，在爆发之前，身体都会给你发霜的信号。比如你最近是不是老觉得口苦？晚上睡觉是不是手脚冰凉？或者只
指甲上突然多了很多竖纹，这些就是霜。如果你这时候不在意，觉得没事儿，挺挺就过去了，那对不起，你就是在等着坚冰的到来。坤卦养生法第1条，敏锐捕捉身体的细微变化，在霜降之时就撤火加衣，别等冰封千里再去求医。62的中正与脊柱健康。坤卦62爻说直、方、大，在养生里，这其实是在讲我们的身形与体态。直是脊柱的正直，脊柱是人体的督脉所在，是阳气的大梁。坤卦虽是阴，但它支撑着阳，脊柱歪了，五脏六腑的位置就偏了。方是坐如钟，站如松的端正，大是呼吸的伸长，是胸廓的开阔。当你的身体结构符合直方大时，经络逆行就没有阻碍。坤卦教我们养生不一定要吃昂贵的补药，每天站桩拉筋，把身体调得中正安舒，这就是不习无不利，不需要复杂的功法，自然就健康。63的韩章与情绪能量管理。韩章可征不仅是职场智慧，更是长寿秘诀。很多人身体不好，是因为心火太旺，天天想着显摆，想着竞争，想着证明自己，这在易经里叫阳气外泄。坤卦教我们要寒，把那点精气神像宝贝一样藏在里边。内耗是最大的健康杀手。现代人为什么累？是因为心理内耗。坤卦养生提倡静养，不是不动，而是心静。当你不再急着去表现自己的时候，你的心火就降下来了，肾水就升上来了。这种水火既济的状态，全靠坤卦这个寒字来成就。64的阔囊与闭谷闭言。阔囊无咎无欲，扎紧口袋，在养生里有2个层面的意思。一，闭言闭嘴。老话说开口神气散，每天说太多废话，跟人争论，其实非常耗气。试着每天给自己1个小时的静默期，你会发现神清气爽。2，闭谷节食。现在的病大多是撑出来的，坤卦的阔囊就是告诉我们要学会给肠胃留白，偶尔少吃一顿，或者吃得极简，让肠胃这个口袋紧一紧，反而能排出毒素，这叫无咎。65的黄商与五色饮食。65爻辞提到黄商元吉，黄色是坤卦的本色，也是脾胃的最爱，大地的馈赠。黄色是物，中医认为黄色入脾。你看大自然给我们的好东西，小米、南瓜、玉米、黄豆、山药，这些东西都是颜色偏黄，味道微甜。养生不要搞那些奇奇怪怪的流行饮食，回归本源，多吃这些大地的产物，就是给你的坤土施肥。穿着黄裳，内脏得养，自然元吉。上6的玄黄之战与内火过旺。当坤卦走到最顶端，变成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时，对应的就是身体的极端失衡。这是什么状态？是免疫系统的自我攻击，或者是全身性的慢性炎症。当你的身体长期处于高度压力下，阴阳不调，体内的气血就像2条发疯的龙在打架。这告诉我们，养生绝对不能追求极致。有的人疯狂健身，有的人极端节食，这都是在诱发龙战于野。真正的坤卦养生永远是温和的、持续的、顺应自然的。坤卦与睡眠，回归子宫般的深度休息。坤卦代表纯阴，而夜晚就是阴气最盛的时候，睡眠是最好的坤道修行。大地在夜晚是静默的，生命在静默中修复。如果你熬夜，就是在剥夺大地的休耕期，长此以往，你的土质就会沙化。坤卦建议我们，最好的睡眠姿势是像胎儿一样蜷缩，那是回归母体，回归坤卦初始能量的状态。每天晚上11点前躺下，就是和大地同步，进行深层的能量充电。坤卦养生与水的代谢。
刚才咱们提到坤卦古本是川水流，这在养生里太重要了。大地如果水太多，就变成了沼泽，湿气重；如果没水，就变成了荒漠，津液枯竭。如何运化水湿呢？很多人虚胖水肿，就是因为体内的川流不动了。这时候要靠脾土的运化。坤卦养生强调要保持身体的流动性，多喝温水，少喝冰饮，别让寒凉把体内的川给冻住了。做自己身体的厚德农夫。各位朋友，聊了这么多，你会发现坤卦养生其实就是一句话，像爱护大地一样爱护你的身体。你给大地垃圾，大地报以荒芜；你给大地呵护，大地报以丰收。我们的身体就是那一块最忠诚的田地，不要过度耕耘，不过度劳累，不要施加剧毒，不吃垃圾食物，不生恶毒之气，要顺应四时，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。当你真正修成了坤德，你的身体就会像厚实的坝地一样，不仅能承载岁月的风霜，还能在每一个春天焕发出崭新的勃勃的生机。天行健，让我们有力量奔跑；地势坤，让我们有底气长青。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极具实操价值且充满玄学色彩的专题：坤卦与地理环境，大地的风水密码。在易经中，坤卦就是大地，既然是大地，就必然涉及到方位、地势、土质以及人与空间的互动。这部分文稿将带观众从六爻位的角度去俯察我们生存的地理空间。西南得朋，寻找你的气场舒适区。咱们在看坤卦卦辞的时候，有一句话出现的频率极高，叫西南得朋，东北丧朋。在地理环境学里，这可不是简单的往哪儿走的问题，它涉及到中国传统地理的核心逻辑：后天八卦方位图。西南方的磁场，坤位的温柔。在后天八卦里，西南方就是坤位。从气候和地理上讲，西南是阴气的聚居地，也是万物成熟回归母体的方位。什么是得朋？所谓的朋，就是志同道合。如果你在一个环境里感到孤立无援，或者你正在创业初期需要招兵买马，坤卦建议你往西南看。在空间布局上，如果你家里的西南角宽敞明亮洁净，那么这个家的女主人往往性格宽厚，家里的人际关系也容易和睦。这就是环境给人的承载力。东北丧朋，跳出舒适区的地理勇气。那为什么东北丧朋呢？东北在八卦里是艮位，代表山；坤是平原，艮是高山。从平坦的草地走向崎岖的山路，你原来的那些小伙伴同类可能就跟不上你的节奏了，这就叫丧朋。地理学启示，转型期的空间选择。坤卦告诉我们，人不能一辈子待在平原舒适区，当你需要突破，需要像山一样屹立的时候，你就得离开那些只懂得顺从的朋友。在地理环境中，东北方代表终和始，丧失了旧的朋友，是为了迎接新的境界。这就是坤卦博大的时空观，所有的离开都是为了更高层次的汇合。初六的履霜地带，湿气与低洼地的警告。现在咱们按照六爻的顺序，像卫星地图一样扫描大地。初六爻，地表层，这一爻对应的地理环境是低洼、潮湿、容易结霜的地方。在风水学里，这叫阴湿之地。如果一个房子地势太低，常年见不到阳光，推开门就能感觉到一股寒气，履霜，那么这就是坤卦初六的象。坤卦在这里提醒我们，选职要选向阳而干燥的地方。如果环境已经显现出阴实凝野的征兆，长期居住会导致人的意志消沉，身体阴寒。看地，先看这一层薄薄的霜。62的直房大，平原文明的地理美学。62爻是坤卦的主爻，它对应的地理环境是平坦、宽阔、肥沃的冲积平原。什么是最好的地势？古人说地势坤，最好的地就像关中平原、华北平原那样，一眼望不到头，土质厚实；直，地平线平直，没有突兀的怪石；方，边界清晰，田畴整齐；大，气象开阔。在这种地理环境生长出来的文明，必然是包容的、大气的。如果你住的地方周围视野开阔，你的心胸自然也会跟着直房大。坤卦62告诉我们，
环境的格局决定了人的决局。63的寒章，深藏不露的矿脉与龙穴。63爻在内卦的最上方，处于地皮以下，它代表的是看不见的财富，比如地下的矿藏、水源，或者是风水里讲的藏风聚气的穴位。寒章的地理学不显山露水。好的地理环境往往不是那种一眼看去就很霸气的，而是寒章的，外表看起来平平无奇，但内在的能量非常稳定，就像那些古老的村落，依山傍水，不张扬，却能兴旺千年，这叫寒宏光大。它提醒我们，真正的宝地往往自带一种静谧的收敛感。64的阔囊，峡谷、关隘与封闭空间。到了64爻，地势发生了变化，它对应的是那些关口、峡谷、盆地。阔囊就像是一个口袋，扎住了口。在地理上，这种地方易守难攻，但也容易造成气流的停滞。如果你是做生意，选址在阔囊之地，比如死胡同或过于封闭的商场角落，就会无欲，没有名气，财气进不来。但如果你是搞研究或修身养性，这种安静、封闭、与世决绝的环境，反而能让你无咎，不被打扰。坤卦教我们，环境没有绝对的好坏，关键看你的需求是否与地势匹配。65的黄商，高原与中央核心地带。65爻是黄商原吉，在地理上，这代表一个地区的中心高地或者行政中枢。为什么是黄色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，中央属土，土色黄。在城市规划中，中轴线上的建筑 CBD 的核心区就是65位。这种地方既有高度又有厚度，因为它是建立在下面4个爻的承载之上的。坤卦提醒，在5位的地理环境，越是中心，越要讲究文在中，也就是文化底蕴要深，装饰要典雅。黄商不能只有钢筋水泥的霸气，而没有文化的温润。上6的战野，荒原、边界与冲突地带。上6爻龙战于野，这里的野就是远离城市、远离秩序的荒郊野外，或者是2个地界的交汇边缘。边缘地带的混乱，在地理环境学里，边界地带往往是能量最不稳定的地方，就像冷气团和暖气团在边界交汇会产生雷雨一样，地理上的边界地带也容易产生冲突。上6告诉我们，居住或投资要避开那些3不管的地带，避开那些气场杂乱的边缘，因为在那儿能量已经走到了尽头，其道穷也，容易发生碰撞和损耗。松主附注的启示，水土同源的地理观。宣圣讲义里特别提到的那段坤字古本为川，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动态地理观。大地不是死板的泥土，它曾经是流动的川流，这意味着地气是流动的，像水一样有来龙有去脉。水土交融，有水的地方才是有灵气的坤土。在地理选择上，一定要找活水，因为水是大地的血液，水活则土灵。讲义里说，天一生水，为2者之初化，这就在告诉我们，地理环境的优劣，全看这股气化成了什么样的水和土，在大地上诗意的栖居。好了，经过深度拆解，我们从一个坤字的古今演变，聊到了宇宙生成的数理逻辑；从6个爻的人生进退，聊到了现代职场的厚黑与清流；从身体里的一亩皮土，聊到了脚下这一片厚重的地理空间。坤卦的终极礼物，易经给了我们牵挂，是为了让我们抬头看天，拥有梦想和进取心。它给了我们坤卦，是为了让我们低头看路，拥有承载力和敬畏心。坤卦这6个断开的阴爻，即使是6道门，它向每一个愿意包容、愿意学习、愿意厚道的人敞开。如果你现在正处于履霜的寒冷，请相信坚冰之后必有春意。如果你正拥有直方大的坦途，请保持那份不习无不立的本色。如果你正面临龙战于野的困惑，请记得退后一步，回到那份安真的宁静中。大地不语，却生化万物。愿屏幕前的你能像大地一样，做一个厚重的人，做一个深藏不露的人，做一个能承托起自己和他人梦想的人。当你的德行与大地合一，这世间的所有美好都会在你的这片沃土上破土而出，品物咸恒。这里是道物阅览，带你透过古人的眼睛看清今天的世界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请务必长按点赞，这对我非常重要。